我妈发消息说村里的男人又不够了，让多买几个。男人我们村不算人，而是祭品，是玩具。我看向正准备拉我去卖钱的老公，忽然笑了。干嘛花钱买呢？这不是有免费的吗？我们村是个鬼村，住了几十只女鬼，大多数时候他们就像是正常人一样，但前提是村里要有足够的男人，因为男人在我们村子就属于是消耗品，不管是劳作放哨还是当做玩具都很好用，但他们最大的作用除了提供阳气之外，就是当做祭品献祭给村里的祠堂。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有几十年了，每个月都要有一家献祭一个男人给祠堂。传说中，如果没有献祭，没有祠堂的庇佑，那一家就会成为孤魂野鬼，魂飞魄散。因此，我们村男人需求量极大，每家都会出钱去买一些回来。不过挑选的目标也很有讲究，必须是十恶不赦的人贩子。这样的人身上的怨气足够大，用起来够劲，祠堂里的祖宗们也满意。而且拐卖人贩子听起来就像是能积功德的好事。为了找到合适的目标，我已经在外面晃荡了半年了，近期才刚找到落脚点，安稳下来没多久，我妈就开始发消息催我了，因为下个月就该轮到我家主持祭祀了。你目标找得怎么样？不行的话，多买几个回来吧，村里的男人又不够用了。放心吧妈，这次我找的是免费的。我呼的一笑，看向了正在联系人，准备将我卖给有钱人按摩的老公，然后拿出了另一部手机，在朋友圈放了一张我和村里小姐妹的合照。合照里的小姐妹个个水灵娇美，以我对任强的了解，她一定会上当的。嫁到人家村之后，我成了这里的名人，谁家知道我是个不要彩礼，还任劳任怨，人打人骂的天生贱货，比他们拐卖来的那些贱皮子好用多了。就在我听不下去，想让任强帮我解释一下，却没想到他随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你不就是个贱货吗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而且就是我特意放出风声的，我找了个新的赚钱路子，现在让你锻炼锻炼，以后好直接上手。什么赚钱的门路？去给有钱人上门按摩，按摩其实赚不多的，主要是按完之后，嘿嘿，任强油乎乎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，满眼都是贪婪和渴望。可是我不想跟其他男人，见我不同意，任强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，笑容无比狰狞。你不是说爱我，连这点小事都不愿意为我做吗？是啊，苗倩，你现在是任家的儿媳妇，做什么都要为任家考虑，你不多赚点钱，咱们家靠什么生活呢？任强是个无所事事的流氓，而他的父亲任二栋是个比他还无所事事的老光棍。每当他看向我的时候，那灼热的目光就让我感觉好像身上有蚂蚁在爬一般。来，那我先来练练手。任二栋脱掉上衣，大剌剌地趴在沙发上，让我给他按摩。我看向任强，但他似乎根本没当回事，甚至还很得意。任打任骂还能干活，还不要彩礼，这种贱货早知道当初多勾搭几个，玩腻了还能卖。从我身上尝到甜头之后，任强早就动了心思，所以在看到我的朋友圈照片之后，他更是直接忍不住了，直接就找上了我。你朋友圈里面的是你什么人？我怎么没见过？都是我们村子里的小姐妹，好久没见她们了，有点想她们了。任强脸上立刻出现了一丝纠结，而我也懂事地凑了过去。除了这几个，我们村子里还有好几个姐妹，长得都很水灵，你说咱们把她们带过来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都像你这样吗？任强的眼神中立马放出了光，任二栋听到声音也一脸激动地凑了过来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们村的女人都比较能吃苦，刚好我还没回门，不如趁着机会再去村里挑几个，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去干那个活，专心陪着你了？啊！任强忽然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我，看得我心中咯噔了一下。是我太着急，表现得太过，让他发现端倪了吗？我大脑飞速地开始转动，想着该怎么解释，要不然我这一阵的苦可就白吃了。不过没等我解释，任强脸上就浮现出油腻的笑容。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上道啊！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我虽然有时候犯浑，但对你是真心的，说让你去做那个也是气话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这段时间的忍辱负重有了效果。他是真把我当成了恋爱脑上头的蠢货。我去准备一下，咱们明天就去你家。任强搓搓手，兴奋地出门了。而我也很兴奋，看来要有意外之喜了。任强这家伙果然上道。在得知可以买好几个我这样的贱货后，任强整晚都很高兴。但他高兴得太早了，因为他才是那个被交易的贱货。选择任强的原因也很简单，我在女鬼村待的时间太久，身上阴气重的吓人，跟我在一起的男人都会折寿，而我不想害人，前提那个人是个好人。而任强这样的人，天生就是祭品的好料子。不仅是他，整个任家村都是好祭品。这是附近有名的拐卖村，村里好几个从事拐卖生意的大户。这些人专挑涉世未深的女孩或者小孩下手，将一个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卖到了各种地下场所，将小孩弄成残疾，然后送去当小偷、当乞丐。而任家村就是他们驯服货物的窝点，这里经常能听见凄厉的哀嚎，也经常能看到有受不了折磨自杀的女孩被他们熟练的抛尸，消灭罪证。但因为整个村子的人都很团结，最近开始查得严了之后，又低调了很多，所以至今依旧能逍遥法外。
我曾试过匿名举报，但负责拐卖的头头早就跑了，顶多抓几个村民，就下1-2个女孩，想要将她们一网打尽，得慢慢筹划，还不如我这样，直接将她们带到我们村进行废物利用。我在这儿潜伏这么长时间，肯定不只是为了任强一个人。我跟他说了这样的好事，他肯定会通知其他人，毕竟他们村子里的人最团结了，而我看中的就是他们的团结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任强就把我叫醒了，让我赶紧化妆打扮一下。而当我收拾完出来之后，房间里面多出了好几个男人，这些人我认识，都是这村里负责拐卖的头头们。任强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在看到我之后，这些男人眼中纷纷露出贪婪的光芒，但他们没看到我眼中贪婪的光芒比他们更甚。去，给我杨哥按按脚。任强推了我一把，而我也听话的过去，帮一个大腹便便、身上纹龙画虎的男人脱了鞋。强烈的气味熏得我睁不开眼，这一幕瞬间让一群男人笑得前仰后合。任强得意地说道：“我没说错吧？天生的贱货，他们村子里都是这样的货色，个个水灵还能吃苦，有兴趣没有？”真有这样的女人？一个叫钟伟的男人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他们那个地方偏，思想都保守，还守着男人便是天的那一套，好骗得很。不说卖的价格高，而且耐造，咱们以前带回来那批货，哪次不得折腾死5-6个，但是他们带回来一个就能卖一个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这群人再也藏不住心中的兴奋了，一个个看我的目光就跟吃了我一样。几人商量好，很快就准备出发。现在外面查得严，他们也急需一批新的货物开张。但这个时候，公公任二栋也跟了出来。爸，你跟着去干啥？任二栋一瞪眼，当即喝骂道：“你个小畜生，你爹我打光棍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想着买个孝顺孝顺我？浪费那钱干啥？等我买回来了，把苗倩给你玩不就行了？反正这个我也玩腻了。”我心中暗骂了一句老不死的，赶紧抓紧了任强的手。强哥，你可不能抛弃我，要不我就不带你去了。我们村子不好找，没人带着根本找不到。任强听我这么说，瞬间脸上有点挂不住，倒是一旁的钟伟眼中的疑虑似乎打消了一些，笑着打圆场道：“行了，既然人叔宝刀未老，那就一起去吧。”一群人这才抓紧出发，因为里面有几个有钱人，所以我们的行程也比较快。当然快也是相对的，因为太过偏僻，光火车就坐了1天，随后又坐了1晚上的大巴，搭了老乡的驴车，走了半天才看到大山，而进山谷则需要先爬过一座山。一路上我始终担心这些人受不了，可我忽略了这些男人对女人的渴望。这一群男人咬着牙，红着眼睛瞪着我，不断地扫视着我的身体，就这样硬撑着来到了山谷，而我们村子也近在眼前了。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是快到了。等他们喝完村子里的千魂酒，就再也逃不出去了，我也就不用再跟这帮人演戏了。风化严重的土墙，杂草丛生的小路，那幅荒凉破败的画面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时候，却没有一个人不满意，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在村里的女人身上。随便一扫，就能看到7-8个女人正站在村口的小坡上闲聊。她们穿的衣服很朴素，可根本掩盖不住她们傲人的身材，但身材也仅仅是陪衬，真正吸引这些人的是她们身上那股清纯和灵气。在看到女人脸的时候，任强的眼睛都看直了，甚至还很没品地吹了一个流氓哨。几个女孩子瞬间脸红的转过了头，叽叽喳喳的往村里跑了。哇，个个都是极品啊，跟普通女人不一样，太清纯了，吹个口哨就害羞了，跟咱们之前玩的那些高中生似的。这里真的是世外桃源啊！几个人的嘴角都已经压不住了，只有我心中冷笑，可不跟普通女人不一样，这些都是女鬼啊，而且这哪里是害羞啊，那是兴奋的脸都红了，估计都快为新玩具的归属打起来了。但还有一个人并没有被眼前的一幕所迷惑。虽然任二柱这些年活在了狗身上，但终究还是岁数大经历的事情多，心中也多了一丝谨慎。有点奇怪啊，咱们进来有段时间了，怎么一个男人都没看到？好在我心中也为此打好了腹稿。可还没等我说话，一旁的羊圈里忽然窜起了一个浑身黝黑的怪物，仔细一看才能看出来他是个人，有着和人一样的四肢，还有一口白牙，只是脖子却被狠狠地拴在了柱子上，脸上黝黑的应该是层层的血痂，虽然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，但还是能开口说一些话。救我，男人逃！这声音传来，瞬间让我心中咯噔一下，这谁家的男人没看住？我往后转头一看，只见所有人眼中满是惊恐，任二栋更是二话不说就要往外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任强等人声音颤抖着问我，我则保持着平静。村里的正常男人都出去打工了，毕竟我们这个地方确实没什么前途，这个是有精神病，我们这地方没医生，家里怕他伤人，只能给锁起来了。听我这么说，这些人总算是平复了一些，但任二栋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。我怎么觉得这么邪门啊？你们记不记得之前听谁说过，有个专门对人贩子下手的村子，叫什么女鬼村？任二柱这么一说，瞬间众人的眉头就皱起来了。嗨，想太多了，这世界上哪来的什么女鬼？再说了，女鬼能弄懂暗网直播？炒作的噱头罢了。钟伟不屑地笑了笑，
其他人见状也都没太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我暗自松了一口气，还好他们虽然胆小，但是不够心细。其实如果他们仔细观察，应该还是能发现我们村确实有点怪。比如家家户户的都有一个羊圈，但整个村子却没有一只羊。他们离近一点看，就会发现羊圈黝黑的缝隙处正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们。但可惜，他们一路观察下来，只觉得村里女孩真好看，这村子也是真穷，就得出了2个结果，其中一个还是错的。我们村子可一点都不穷，拐卖人贩子是个技术活，价格也不便宜。能承担起这种花销，是因为我们村在祭祀的时候，通常会开启暗网直播，也会通过一些渠道单独直播给某些有需要的人看，收益还是挺高的。带他们逛了一圈之后，天渐渐黑了，他们也刚好来到了村子中央的祠堂院子里。在这里，有村里人和我家人为他们准备的接风宴。当然对他们来说是接风宴，但对村里人来说就是一场集会。因为每家每户对祭品的需求不同，有的需要种田的，有的需要放哨的，得亲自来看看。还有的纯粹想买回去解个闷，用眼睛看不出来，还得验货的。而他们的目光全在村子各个女孩身上，那一张张清楚而又明媚的脸，看得他们应接不暇。你是倩倩的老公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不好出山，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没过去。我妈端着酒杯走了过来，给人家父子2人看呆了。我妈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，盘上了头，穿上了那件很显身材的旗袍，看起来虽然上了点年纪，却有一种风韵犹存的美。任强喉结耸动，磕巴的回了2句，赶紧把我拉到了一边。你之前也没说咱妈这么好看啊！我去，我就好这口。你看，钟伟也起身凑了过来，一脸的垂涎欲滴。我爸很早就走了，想带我妈走，看你的本事了。这个个都出落的水灵，就是不知道这功夫怎么样啊！杨明一脸不怀好意的凑了过来，但还没等他行动，忽然跑过来个女孩，按村里的辈分，应该算是我的堂妹苗若。她凑近杨明，仔仔细细的打量了一圈，忽然伸手按住了他的资本。杨明被惊呆了，我也有些无语。苗若从没出过村子，根本就没有把男人当同类看待的意识。还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。杨明反应了过来，舔了舔嘴唇。功夫怎么样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那走吧。苗若拉着他便直奔祠堂旁边的房间。我有些担心会被任强他们发现不对劲，但他们没有丝毫怀疑，甚至兴奋地聊了起来。之前他们说话还会稍微避着我，现在已经完全放开了。我去，这地方民风这么淳朴吗？我还想着晚上偷摸绑一个娃娃呢，现在看根本不用啊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干脆把这批女人都在这儿训成奴隶算了，到时候咱们直接往外全卖了，狠狠发一笔。那几个小的给我留着，外面警察盯得紧，我现在都不好下手了，早就馋得不行了。我听着他们的话，心中冷笑，继续幻想吧，等下半场喝完村里的千魂酒，你们就知道真正的奴隶是什么样子了。但很快，我注意到，不是所有人都在兴奋。这个时候，任二栋似乎更加不安了。强子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地方这么不对劲啊？这些女人的眼神一个个地都像是要吃了咱们一样。任二栋不安地哆嗦着，但除了他根本就没人当回事。嗨，这村里常年没个男人，需求没地方解决，可不看到咱们跟看到宝贝似的。可我刚听他们说话，越说越不对劲，他们都在说苗倩有本事，一下子带回来这么多大货。你听错了吧？人家没准说的是带回来这么多大人物呢，毕竟都是些没见识的村姑。任二栋还是有些不放心，但是这个时候根本就没人有心思理会他。经过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些人都找好了自己的猎物，当然是以猎物姿态靠近他们的猎手们。杨明那边怎么没声音了？不会出事了吧？能出什么事儿？肯定累着了呗，又怕我们觉得他不行，所以故意在里面挺着呢。要不咱们也直接上吧，看了这么久，我胀得受不了了。钟伟哈哈大笑，朝着我们这边凑近了过来。虽然他们还是没起疑心，但我担心夜长梦多，直接跟村里人使了个眼色。随后，村里压轴的千魂酒就被端了上来。我拿起一杯，递给了钟伟和任强，转身要将最后一杯递给任二栋的时候，却愣住了。他不见了！我心中忽然一惊，迅速在人群中搜索了起来。只见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摸到了杨明所在的偏房，正探着头往里面看。糟了！苗若向来不知道收敛，恐怕已经把人吸成干尸了。可就在我惊疑不定的时候，发现任二栋只是看了一眼，竟然又回来了。看来苗若长大了，现在做事知道收敛了。应该是没被看出什么破绽。我拿着最后一杯酒，脸上挤出笑容，走向了任二栋。但很快，我的笑容僵住了，因为任二栋在靠近院门的时候，忽然发了疯一般的朝着外面跑，嘴里还在大声的叫喊着：“快跑！这里不对劲，这些女人都不对劲，杨明死了，他死了！”什么？瞬间，整个宴会的气氛为之一滞，任强等人更是猛地站了起来。真的假的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钟伟脸色不善地看向了我，任强则是一边叫喊着杨明的名字，一边跑到了门口。还能怎么回事？我就说哪有这样的好事，这根本就是个陷阱，还不快跑！房间内并没有声音传来，任二栋急得脸色涨红。
而我这个时候心中也是无比焦躁。我倒不是怕他们跑了，村子在大山深处，现在天都快黑了，他们根本跑不出去。我是担心村里的女鬼们会暴动。这千魂酒一方面是限制这些男人的，另一方面也是限制村里女鬼的。祭品可以使用，也可以正常折磨，但不能杀，因为他们本质上还是鬼，直接杀人见血的话，这么多年来保持的唯一一点清醒也会被磨灭，会彻底变成厉鬼。一旦变成厉鬼，后果就会非常严重。我分明看到几个村民的眼中已经开始泛起微微的红光了，还有几个人看着身体一动不动，但实际上已经距离任强他们几人越来越近了。怎么办？要不我先出手，把这几个人打晕吧？有些新来的道行浅，怕是会忍不住杀人。我妈凑到我的身边，眯着眼睛看向了钟伟等人。不行，不能动手，现在只要稍微一动手，村民们会集体暴动，到时候整个村子就都完了。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什么误会，是不是太累晕过去了？我们村子的人怎么会杀人呢？我看向场上唯一还算镇定的钟伟，小心地提出了我的见解。杨明，你要没事的话，就赶紧吱个声。钟伟脸色阴晴不定地看了我一眼，身体就要往外挪动，而他身边也围上了几个村民，似乎准备等他一有动作就一拥而上。但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，偏房的门被砰的一声打开。杨明低着头提着裤子，大声嚷嚷道：吵什么吵？我他妈是累了不是死了，年纪大了恢复不过来不行吗？这小娘们真够劲儿啊，我就不信治不住她了。杨明狠狠地吐了口唾液，随后又重重地将房门关上了。任强几人这才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。爸，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？早说不让你来了，我酒都洒了。任强不满地又回到了院里，我立马端起了千魂酒。除了钟伟因为没跑酒还在，其他人的酒杯都已经找不到了。来喝点酒压压惊吧。我挨个给他们满上，然后亲眼看着他们全都喝了下去。等他们喝完之后，我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。幸亏苗若还有点机灵劲儿，知道附到杨明身上演戏，要不今天非得出大乱子。现在好了，千魂酒都喝下去了，这些男人都可以放心用起来了。我朝着村里的几个婶子使了个眼色，大家瞬间会意，纷纷找到了自己中意的货物。片刻后，祠堂院里的人开始越来越少了。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们左拥右抱着村里的少女们匆匆往家赶，根本不知道他们即将面临的悲惨生活。而我们一家除了留下了任强这个内定的祭品，还多了一个男人。自从见到我妈之后，钟伟就一直在他身边打转。我倒是没在意，反倒是任强有些不高兴了。钟伟，这么多女人，你非跟我抢什么？我都准备好晚上母女花了。哼，你喝多了吧？钟伟冷哼一声，任强似乎立刻清醒了过来，露出了一个歉意的笑容。对此，我也早有预料，任强就是这样怂包的性格。我和妈妈一人一个搀着他们回了家。回去不多一会儿，我妈房间就传来了一阵哼哼的声音。任强似乎听得心痒难耐，一咕噜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任强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什么时候你也敢管我的事儿了？我出去转转不行吗？我没说话，既然他想转，那就让他转好了。毕竟晚上女鬼村的风景，可能是他这辈子都没见过的。任强在出了门之后，直接打开手机开启了直播。家人们已经到了这个破村子了，真是一个个都嫩得能掐出水来。等我们准备好就开始卖了，先给你们验验货，先给你们看个极品，前凸后翘啊！任强拿着手机偷偷摸摸地钻到了一个小院的窗户底下，一脸兴奋地将摄像头伸进了窗户里面。很快，一道不断起起伏伏的倩影出现了画面里，瞬间整个直播间都兴奋了。我去，这身材少活10年我都愿意啊！多少钱？这个我先预定了。任强也是看得一阵眼热，嘴里一边嘟嘟囔囔，一边继续往里面伸镜头。耿胖子这家伙真是走了狗屎运了，这都能让他碰见。怎么？忽然屏幕上出现了一道男人的身影，任强的声音像是被卡在嗓子里一样戛然而止。床上的那个男人瘦得跟个干尸一样，但还能依稀看得出来他曾经是个胖子，因为他的皮还是那样臃肿，只是现在没了支撑，就那样耷拉在了身上，整个人就像是盖了一床毛巾被。任强死死地瞪着眼睛，竭力地捂着自己的嘴巴，不让自己发出一丝的声响。但这个时候，旁边却传来了一声怪异的狗叫。任强循声看去，瞬间亡魂皆冒。只见朝他吼叫的根本就不是狗，而是几个小时之前还跟他一起吃饭喝酒的同伴田刚。这时候的田刚脖梗上套着一个黝黑的项圈，四肢撑在地上，正龇着牙，流着口水，朝着任强吼叫。汪汪汪！这诡异的一幕让任强再也忍不住了，拔腿就往外跑。可他越跑越是心惊。这一路上，他见到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了。他看到有跟他一起来的人在羊圈里大口吃着草，一边吃一边学羊叫；有人被吊在门口，被鞭子不停地抽打，嘴里却在狂笑。最让他惊恐的是，他看到了他父亲任二栋正坐在一个少女的腿上，脸上带着谄媚的微笑。等他看清楚那个少女的脸，不禁大声吼叫了起来：陈淼，不对，你不是陈淼，
陈淼已经死了，被活活玩死，然后扔进土里埋了。少女不说话，只是朝着他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。爸，快跑，这村子不对劲，赶紧跑！任强冲上去想要将任二栋拉起来，却被任二栋狠狠地推倒在了地上。淼淼，我今晚表现好点，你是不是就不打我了？啊啊！任强被吓得嘴中发出了无意识的狂吼。他忽然想起来，这就是之前陈淼跟他说过的话。他跌跌撞撞地起身，朝着前面跑。最终在快要跑到祠堂的时候，我从角落里慢慢悠悠地走出来。看到我之后，任强的眼睛瞬间亮了。妈的，你个贱货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任强上前就要揪住我的脖子，依旧是那副无法无天的样子。我摇了摇头，看来他还是和之前一样蠢。跪下！我轻声说出2个字，任强便一脸惊恐地跪在了地上。我蹲在地上，用手拍打着任强的脸，有些无奈地笑道：是不是很吃惊？你认识的人都变成那样了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让你保持清醒的。清醒着去死，才是你这种人渣该有的待遇。伟哥，伟哥救我！任强原本惊恐的眼神忽然激动了起来，朝着后面一阵大喊：呵呵，不用想花招了，不可能有人来救你了。然而下一刻，我忽然身体一僵，只感觉一双大手掐住了我的脖子，一阵窒息感疯狂地朝着我的脑袋上涌来。怎么可能？我难以置信地回头，却发现钟伟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没事？哈哈，那杯酒里你们做了手脚吧？这也就是你们这个所谓的女鬼村的秘密吧？原来问题出在了这里，那会钟伟趁着混乱将酒给调包了。我忽然想起祠堂院子发生动乱时钟伟的异常。鬼，他们是鬼，伟哥快救救我呀！任强如抓住了水中的救命稻草一般，瞬间大声呼喊了起来。废物！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，是他们在装神弄鬼，一群蠢女人，真以为玩点小花招就可以审判我们了。可是我刚看到了陈淼，还有田刚，他们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他们被要控制了，就是演戏骗你的。至于那个陈淼，我记得他死的时候，苗倩也在吧？应该是他偷偷把人挖出来了。谁叫你们不注意？应该是人还没死透。听到钟伟这么一解释，任强的恐惧感瞬间就消退了。他站起身就要给我一巴掌。妈的，臭女人，去把其他人都带过来，他们被下了药不好控制，你就告诉村里的人，说苗倩在我手上。钟伟吩咐了一声，便拽着我往祠堂里面走。而我始终没有说话，因为我想看看这个钟伟到底想干什么。没猜错的话，他才是这一群人的头，也是那个最大的人贩子。而钟伟也和任强一样开启了直播，只不过这次他是在暗网上直播，而且进来的人有很多，有买家也有卖家，而钟伟直播的主题便是批发女鬼。各位，那个所谓的审判恶魔的女鬼村已经被我找到了，等会就挨个拍卖。因为我们之前做过多起直播，对恶魔进行审判，拥有了不小的知名度，所以这会儿直播间无比热闹。钟伟也是瞬间乐得合不拢嘴，看样子是可以卖个好价钱了。苗倩啊苗倩，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呀！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女鬼村的人？从你嫁到村子我就觉得你有问题，你还是太幼稚了。当任强去找我们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了这件事情不对劲。这一路上走来，尤其是到了村里，我就知道是你们了。你就不怕女鬼村真的有女鬼？哈哈，我就怕不是鬼，什么样的女人我都玩过了，还真想尝尝女鬼是什么滋味。钟伟兴奋地舔舔嘴唇，我则有点无奈。见过找死的，还真没见过这么找死的。很快他就会知道女鬼是什么滋味了。村子里的人来得很快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睡觉。没过一会儿，祠堂外面就站满了人。钟伟看着眼前这些人，眼睛一阵发热。你们还真是做了件好事啊！这么一炒作，这些原本只能卖个普通价的女人，能卖上天价了。哎呦，还看见个熟人，这个欣欣考上名牌大学还没去上，就让我抓了，亲自给他开了包，锁在地下室玩了1年，真是怀念啊！原本以为没机会了，没想到跑到这儿了。随着他眉飞色舞的解说，那个叫苗欣的女孩缓缓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还以为你会去上学呢，我记得当时把你拉到你们学校的校门口玩的时候，你那向往的眼神，连叫声都变得好听了。别说了，说话的不是欣欣，而是我，因为我看到欣欣身上的煞气越来越重了，眼睛也在逐渐的泛着红光。当初我捡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在那所大学住了1年了，几乎就要被学校冲天的气息震得灰飞烟灭了。她没想过害人，只是对这本该属于她的学校和灿烂的青春充满了留念。10年寒窗苦读，没人比她更向往大学生活，可就这么硬生生的被这个人渣给毁了。我不忍心她就此烟消云散，从此不得超生，便把她带了回来。村里的女孩都是被我带回来的，而所谓的祭祀，其实就是我为了让他们不杀太多人，又能削减身上的煞气，想出来的折中办法。等形成了这个习惯之后，他们潜意识里就会继续认为自己是人，从而在身上的煞气消除干净之后，再次进入轮回。只是没想到这次出了点意外，不过一切还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。我盯着钟伟，继续让他作妖。哈哈哈，怎么了？
被我说到伤心事了，没事，欣欣让叔叔抱抱，好好安慰安慰你。钟伟狰狞着脸，伸手一把朝着欣欣拉了过去。只是下一刻，他的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比惊恐，因为他的手直接将欣欣给穿透了。而在凑近他的时候，欣欣那原本泛红的双眼瞬间变成了血色，嘴巴更是瞬间张得有人头大小。随着他一吸气，钟伟瞬间身体开始哆嗦了起来。鬼呀，真的有鬼！一旁原本洋洋得意的任强更是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，看着身后密密麻麻的人群，身下迅速留下了一片水渍。眼见差不多了，我这才轻松地将钟伟绑在我身上的绳子取掉，笑着站了起来。不是说想尝尝女鬼的滋味吗？现在这有这么多女鬼呢，去试试啊！饶命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之前不该做那么多的错事。形势到了这种地步，钟伟终于知道怕了，脑海中的贪欲褪去，他这才想起来，这个村子是怎么对付他这种人贩子的，是真的千刀万剐，而且是直播千刀万剐。见钟伟求饶，任强也跪着跑了过来，再不见当初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可惜我没有丝毫同情，反而笑了起来。我饶你的命，那谁饶他们的命呢？陈淼从小娇生惯养的独生女，被你拐卖后，天天打得不成样子，为了有生之年再见父母一面，她已经求饶了，她想活下去，结果你觉得没意思，硬生生叫来7、8个人，活活将她折磨死了。吴芳芳，你们绑了她的孩子，强迫她顺从你们，她听话的出去卖，去满足那些畜生的变态爱好，只求孩子平安。她跪在地上求你们，哪怕把她孩子卖到个好人家都行。可你们呢？你们嫌弃是个女孩，把孩子弄成残疾去乞讨，就因为讨不来钱，活活被你们打死卖了器官。随着我的讲述，院内传来了阵阵的呜咽声。在他们哭得动情时，我将任强和钟伟都绑了起来，吊在了祠堂的房顶上。最近村民的煞气快要到顶点了，普通的祭祀效果不是太好，有了这一场演出，再进行一场祭祀，应该能将他们身上的煞气消除掉很多，甚至有几个人可以安心的去投胎，开始新生活了。当我把摄像头对准他们的时候，任强2人突然开始痛哭流涕。不过我没有丝毫的同情，我从很早就知道，鳄鱼的眼泪没有任何意义，恶人的后悔同样也是个笑话。我只想让那些看到直播的人害怕，让他们做梦都在害怕，生怕明天出现在直播里面的就是他们。见求饶没用，他们开始疯狂地想起了办法。别杀我，我有钱，我这些年赚了好多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你妈在我手里，我把她绑起来了，我知道她是个活人，不想让她死，就快放开我。我笑了笑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是因为这个你才觉得女鬼是假的，你运气还挺不错，整个村子一共就2个活人，还都被你绑过。不过在这个村子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瞒得过我，认命吧。钟伟知道我不可能再放过他们，索性不再言语，只是拼命地挣扎了起来。任强这个时候脸都红了。苗倩，你忘了我对你的好了吗？我其实很爱你。别，你不能杀我，杀人是犯法的。放心，女鬼杀人不犯法，而我在做完我该做的事情后会去自首的。不过在自首之前，这种直播应该还会开很多很多场。随后我猛地将摄像头抬了起来，脸上带着诚恳的微笑。小心哦，说不定明天或者明年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，让你成为这场直播的主角。直播间里并没有人说话，但我知道一定有无数双眼睛正看着这里，或是忐忑，或是惊悚，又或是不屑。这个月的祭祀完成之后，祠堂里供奉的灵位又少了几块。我在牌位下面烧着纸钱，嘴里反反复复地絮叨着：欣欣下辈子一定要多长个心眼，平平安安的长大，顺顺利利的上学，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，嫁个好人家。淼淼这辈子受过的欺负太多了，下辈子最好有个哥哥或者姐姐吧，有人陪着，起码少点委屈。吴芳芳，祝你心想事成，儿孙满堂吧。我负责拆灵位，我妈则负责往上摆，一边摆一边叹气。送走了3个，又来了3个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妈，会好起来的，现在比之前状况好多了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咱们女鬼村就能灭村了。村里剩下的这些人撑不了太久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弄？还是买吗？我妈没在那个话题下面延伸太久，明显是有些悲观。人贩子不绝，女鬼村不灭，这话也只是说说，我们2个毕竟还是人，真能活到将村里的女鬼都送走的那一天吗？但我却是露出了笑容，因为我已经有了思路。我准备把村子到横深、煞气比较稳定的都派出去，要不然抓来的人还是少，都赶不上新入行的。我说完我的思路，我妈摇了摇头。我原本以为是她太保守，害怕出问题，没想到我妈却义正辞严地说道：不够，你还是太保守了，人贩子多是集体性活动，卖方全国流窜，买方地方偏僻。但这些都不是难点，难的是他们多年以来形成的思维习惯，怎么打破这种习惯呢？简单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一人拐卖，全家受害，让那些人去闹，去祸害，让那一个家庭、一个团队乃至一个村子都天翻地覆，让他们不敢伸手，不仅要让他们害怕，还要让他们家人也害怕，怕到去检举揭发他们。我眼睛一亮，直呼好家伙，
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保守派的意思竟然是觉得激进派太保守了。